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新的步兵统帅消息终于来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一样，新的武将就是白起还有德川家康，并且这两位新的步兵统帅都是重击伤害统帅。白起的天赋是步兵通用重击，德川家康是步兵驻防重击。我们先从白起开始，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会去培养。第一个技能是 AOE 伤害，怒气需求1000点，闪星范围5个目标，造成一次重击伤害，伤害系数2400。这个2400的伤害虽然比较起亚瑟王还是稍微少了一点点，但是你们要知道亚瑟王是3个目标，它是5个目标。一般来说，只要你的 AOE 能够打到更多的目标，你的伤害系数就会稍微低一点。那有不少玩家看到闪星范围就会觉得说它的闪星范围会不会很小个啊？其实它的闪星范围是半圆形了，每增加一个敌方部队就会递减 15%。该技能造成伤害时，该次伤害有 30% 的概率提升 15%。先不说其他的技能啊，只是光看这边半圆形打5个目标，都已经值得大家丢金头去培养这位统帅了。不过我们先看完所有技能。第二个技能，步兵单位行军速度提升 20%， 生命值提升 10%， 攻击力提升 40%。那如果它跟刘彻搭配的话，两边的攻击力提升都是提升 40%， 有点高，反而生命值就提升的有点少。这行军速度 20% 的提升呢，我觉得可能策划是觉得说，目前我们大多数玩家都是搭配斐利或者是亚历山大，如果提升的行军速度不够高的话，可能操作的手感上面会有一点差异，所以它提升 20%。我是觉得说这边生命值可以再提高一点的话会比较好。第三个技能，进攻野外部队时，释放主动技能之后会获得10层杀意效果。若杀意层数高于目标部队最大兵力百分比数值，则消耗10层杀意效果，对目标造成一次重击伤害，伤害系数300。并立即使自身部队在接下来1秒内造成重伤单位增加 10%， 怒气回复速度提升 20%， 冷却时间1秒。不过这边官方写错字了，它的回复写成回复了，就是说它这个技能呢，你们要针对于残血部队打会比较好一点，不然就是打那些部队兵力比你的部队还要更少的部队，可以让对方死得更快，重伤单位增加 10%， 然后怒气恢复又提升 20%， 冷却时间又只有1秒而已。而且也是一样，这边写释放主动技能之后，并没有说是一定要白起又或者是他其他的统帅释放技能之后才会触发，再加上这个统帅的冷却时间只有1秒，所以就是说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主将跟副将触发了主动技能之后都会有这个效果，它可以打出2次。所以你们不要看到这边数值好像很低啊，只有300而已，而且它触发那个技能的时间只有1秒。那如果主将跟副将都能触发的话，其实这个效果也是蛮好的，但问题是它这个技能不能针对于驻防统帅。不过换个方面去想啊，如果这个技能也可以打在驻防统帅上面的话，应该也会很夸张啊，全部人一起去围殴。而且他这边怒气回复可以让他们的主动技能触发的时间更快，再加上如果这位统帅搭配刘彻的话，又有额外1次基础攻击，会更加容易去触发到这个技能。第4个技能，造成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10%， 目标部队为野战部队时，进入战斗时获得10层杀意效果，就是之前的第3个技能，每失去 10% 的兵力时获得10层杀意效果，自身兵力每下降 10%， 造成的重击伤害提升 5%， 最多可以提升 30%。 它这个技能就有点类似像本多忠胜搭配霍去病的技能，要兵力越少的时候打人越痛，而且它这个技能可以更快的去触发杀意效果。重点还是那一句啊，这个技能只有1秒的冷却时间而已。如果你一直针对残血的目标去打架，然后你的自身兵力也是一直在下降，然后一直触发到第3技能，可以说这位统帅是完全在爆发的统帅。当然他这个技能也是有弱点啊，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效果并不是这么好，因为刚碰面的时候大多数的敌人血量都是满血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太吃香，要等到后期，而且你要保证你白起的队伍血量要比对方高。不过我相信针对一些拉扯王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当然的，如果拉扯的特别夸张的话，那你自己的兵力其实不会下降得这么多，也就是说你的这个10层杀意应该不会跌得这么快。不过进入战斗就会获得10层的杀意效果，这个还蛮好的，就是针对一些拉扯容易断掉的玩家，让他们可以更快的去触发第3技能。至于最后的重击伤害提升呢，要最大数值等到 30%。
至少你的兵力要下降到60%的时候才可以提升到30%，就是讲你的血量应该都已经红血了，才有30%的提升。我觉得有点太后期了，不过还是可以接受啦。最后觉醒技能在野外时累计造成40万重伤单位后，使自身部队造成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5%， 自身兵力低于 50% 后6秒内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60%， 天哪！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30%， 自身兵力低于 15% 后6秒内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100%， 受到所有伤害降低 50%， 离开自己城市后每小时最多触发一次。这个6秒效果其实已经足够了，毕竟你们想一下，你剩下 50% 的兵力的时候你还可以打多久？剩下 15% 的兵力之后你可以打多久？我觉得这个6秒是已经足够了。那如果你剩下的这6秒时间刚好触发到第3技能，又触发到自己的主动技能的话，那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在你阵亡之前还可以打出更多的伤害。所以总体来说，白起他的技能就是不断的在输出。虽然他的技能是有叠称要求，但是他的叠称跟以往的统帅叠称有点不太一样。以往的统帅可能是慢慢提升，他是直接提升到10层，只不过他要发动技能是有要求才可以发动。但这个也是要看运气啊，毕竟都已经说过了，必须要敌方的兵力比你更少，你才可以打出那个伤害，是有受到一定的限制啊。不过我觉得触发的条件还不算苛刻。至于搭配方面，不二人选肯定就是搭配刘彻啦。我觉得官方是有意要替换掉亚历山大，其他的技能不说，只是光靠半圆形的5个目标 AOE 都已经很吃香了，比起亚历山大。虽然操作手感上面应该没有比起亚历山大还要更好，但是以技能的适配性来说会比较适合。这2位统帅也是终极伤害统帅，而且在前面的技能你们应该也看到了，当他触发到杀意效果的伤害时，其实是终极伤害，刚好可以配合到新推出的阵型，就是偃月阵。所以我在之前就有说过了，这个新的偃月阵是不是为了新的步兵而准备了？看来是的。但是我看了一些玩家说，哎呀，这个偃月阵也是提升到终极伤害而已啊，拱形阵提升白字效果会比较好，对于拉扯环境来说，那确实如果拉扯来说会比较好。但如果你是有办法去触发到白起它的效果，而且刚刚也是有说过了嘛，就算你那个怒气断掉了，你进入战斗状态的时候它又会跌回10层，还是一样可以触发到它的杀意效果，打出终极伤害。冷却时间又只有1秒而已，如果可以连续触发的话，那其实用偃月阵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当然这个只是暂时的构思啦，毕竟我还没有实际去测试到底会不会有比较好一点。但既然官方推出了这个新的阵型，还有推出了这个技能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它的原因了。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白起的技能特效，它的技能特效是真的很炫酷，也是呈现给大家看，它的攻击范围就是半圆形的攻击，但它这边所跳出的伤害只有主动技能的伤害而已，没有看到它第3技能的伤害，还有其他什么技能特效之类的，所以等实际推出之后，它后面的一些动画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那么这个影片先介绍白起的技能，下一个影片我们介绍德川家康的技能。至于各位在看了白起的技能之后有什么感想，又或者是有一些部分我可能说错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